先搬了一手盾山，那第二班大概率是会搬鲁大的。这泽教上来就跟你出招，哇，钟馗也送上了班位，因为京东上一场 BO7的那把钟馗加安琪拉的效果是非常出色的，无畏的准度特别高。对，然后跟青柔两个人的 combo 接得很好，但是京东这边还是搬掉鲁班纳什，那就是个常规的班位，不过放出了all in的情况之下。 不然第二季还是选择了先抢邵思源加仓去打all in的一个对线，仓目前来说就是打all in最好用的一个射手。对，还有就是公孙离。邵思源加仓在下路一个人单玩是没什么问题的，就看看这局比赛京东他的中辅是不是要继续配一个比较好在前中期出节奏的，而第二季1、2楼出邵思源，蓝色方的2、3楼直接丈量王昭君了啊。 那看京东3楼要不要出一个关羽或者凯这种能够做拆火的？中单的位置在3楼的位置不是很好出了。 还直接武则天，直接武则天来。在上一场 BO7的那场较量里面，我记得也是武则天在上路很果断的那个一闪，然后去打一些节奏。而且目前为止，京东他们的一血几乎都是青荣帮助队伍拿的。其实本次挑杯京东的一血率较于春季赛来说下降了非常多。一共4次一血，但是在中路位置拿了3个。对所以为什么说今天的这场比赛，我们很多的情况下会聚焦在中野辅的前中期的对抗上？ 那么你既然没有选择关羽，那第二季肯定不会把关羽放。就看这手凯还要不要再处理掉。京东这边是连续处理掉2个打野，凯也搬掉了，大司命哪吒进3班打野哦。 晋是比较，还有大司命是比较好去搭配张良、王昭君的组合，中野辅嘛。因为小羊在本次挑杯是使用过一场晋的，那一把也获胜了。对，然后哪吒这个英雄是打戈亚和苍比较好打的一个打野，直接飞脸，是飞脸，你根本就没有输出环境，所以这3个班位做得很漂亮，然后紧接着拿出了杨戬，这样就直接可以趁法天象地那一波的时候，直接去突到丈量或者王昭君脸上，去硬逼你交技能给我。然后接着就是武则天大招去做一个拆火。是的。 马超这应该就是自己抢的，他如果不拿的话，如果给到京东去打自己家的all in是非常难受的。对，就是以选代班了，不给京东。但是第二季的这手夏侯惇选出来的扎指程度也是足够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张亮、王昭君加夏侯惇打到中期有可能会出现伤害上的不足，不太够啊，就摁住了不一定能够秒掉。京东最后一手拿到了孙策打张良，是在春季赛的时候我们看狼队用的比较出色的。那这把其实京东整体打张良的拆火点非常多啊，对，武则天、杨戬、孙策都能拆。而在整个春季赛的阶段，其实我们并没有能够看到青羽选择出孙策这个英雄。 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休赛期啊，包括孙策，包括关羽，肯定是偷偷要去加练的，包括芈月，对，就这些慢慢在崛起的一个可能偏冷门的一些对抗路英雄。昔日的冷门现在成为了赛场上大家拿出来的一个中坚力量。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其实在 BO7是很难走远的。包括我们在前面的赛程看到，经常如果你在前3手不出对抗路，很多班委会给到芈月，去。 为我的4攻阵做一个考量。对，所以这一上来，双方尤其是第二季这边是给了对方的邵思源之后，拿出了张良、王昭君去打，但是张王的组合呢又遇到了北京京东的孙策加上武则天的反制。这把其实对于第二季来说，他们整体的压力非常大。首先是你过早的把张良、王昭君给出了，其次就是对方的拆火点特别多，而且你阵容爆发跟张良又不太够，特别依赖于你前期。 那个4包1能不能抓得到？其实第二季泽教在 BP 的后手上做的已经很漂亮了，把这个马超给抢了过来。对，然后包括在班位上也送上了凯，也送上了关羽这2个英雄，然后甚至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去通过历史数据去做青羽会不会只有孙策。外面剩下的拆火英雄太多了，对，只能说先搬一个可能青羽来说用的比较多的几个英雄。没错，而且青羽他上一场使用白起也是获得了 MVP 嘛。就因为你再往前去做数据，你做的可能就是去年1整年孙策那个就有点久远了。但是你就算是做到了去年青羽的2把孙策也都没有赢，所以你很难会把这个英雄放到班位上。对，那么这时候就得看看青羽这手孙策能不能为京东打出一个信息差。如果能够打出来，那第二季第1局比赛就只能认栽。而且如果没有打出来，那就说泽教这把 BP 确实是赌对了。是的，主要这把京东打团画面感是非常足的。第二季尽可能还是要去进行这种多打少。没错，来吧，进入到双方 BO7的第1局，蓝色方黄山第2季，红色方北京 JDG。我是小瓶子，我是北岛，比赛开始。
那一上来的开局，下路单挂了个all in自己玩，然后张良去帮助夏侯惇提速，但是青荣进野区反了个小野，把山豪拿走了。主要是杨戬去跟武则天第一波青龙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样的话要去卡线了，已经卡掉了一个，然后再卡一个，上去起杀心了，代代教主的闪现。 哇，这样的话一级这个战略非常成功啊！卡了2个兵，然后打出了2个闪，还让张良回家了，还悠了一波下线，同时还能够反掉一个劣质，然后下路还能够再来一波线，看最终能卡几个兵，已经3个兵了。我估计这3个应该是都没了。哇，这样的话前期 DRG 有点小崩啊，梦兰在下路很难受啊，主要是青荣这一波转下的动向太关键了，常规来说绝对是。 在已知少次元跟苍连体的情况下，武则天是不会去下的，对，只会是武则天抢完线去上路拿一个赤甲，但他这波要的更多，就是要去卡all in的线，先过去山豪的位置，对吧？看了一眼，抢了一个野，对，抢了一个野之后，然后再往下路靠，节奏太紧密了。第一视角给到了小小羊的夏侯惇，这对于DRG来说的话，前期就只能忍着。 等到张良、王昭君到4级之后，再去尝试起边线节奏。对，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经济差哦，小1000了，就是前面拿到这种资源，包括说卡兵线卡的太多了。对。上一场 BO7的比赛，2个队伍的风格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京东的那一场比赛呢，他们打 DYG 的时候，对于野区的掌控，尤其是前期特别的主动，很喜欢往野区看，往野区钻。 大概率因为也是 DYG， 他是无论是在军事或者劣势的时候，都喜欢让小轩去偷对方一组野怪这种。对，而 DRG 上一场比赛和广州 TDG 这个队伍较量的时候，他们其实主要逻辑是在前期打野区防守反击，尽可能去避战。一旦等你一波技能交失误，就轮到他们的反扑的回合。就是他们对于对手在 BO7 赛场上做出的一些调整和应对。 通过上一场比赛来看，还是很成功的。这也就是我在一个休赛期啊，泽教他的一个惊人的执教能力，对，把一个队伍调教的这么好。因为本来 DRG 这个赛季年就是新人居多嘛，就对，留下了梦兰一位老将镇守，然后花园也是去年春季赛才开始打的。特别是呆呆这个点，在前面调杯的一个应付使用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对。 就看2位游走位的选手今天，尤其是在往后面走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像苏烈呀、张飞啊这些英雄能不能继续往队伍吃分了？闪现直接捏完了之后，马超过来跟伤害，王昭君在后面也2技能跟上了冰冻，一波 combo 接死带走了青米拿到1血。这波是打了一个出其不意，没有直接给对方交闪的机会。不交这个闪的话，孙策绝对是有时间能够交这个大招的。哇，这局比赛全部看好北京 JDG， 主要这把确实他们打团的画面太足了。DRG 主要中期是缺输出的，而且开局的下半图起得非常舒服，再加上10楼的这个孙策拿出来，我们理论画面和效果是非常足的，就是看团战能不能打出来。还有就是丈量，如果在目前这个阶段消失视野的话，其实青羽最好躲在塔下，野区最好就不要去探。对，就自家的红后都是危险的。是的，就杨戬如果跟武则天不在的话，就没必要出去看了。 但因为刚刚那波丈量是交了闪的，4分钟这波龙团 DRG 不太好接。但是马超先传过来，不过孙策可以交大过来，直接开船就行。已经启动了，可能要拼城。看看最后是谁的？孙策已经开船过来了，马超在这个位置去拦人，龙已经被小羊拿完了。孙策这波开船过来想直接开吗？但人已经撤走了，还要硬来，直接叫上去接1技能，武则天跟大招 combo 1刀 combo 直接控死呆呆，再加上小羊这个位置也扛不住。 这个确实是没什么办法啊！这一波青羽和青荣的配合，这真的没辙，因为你张良这个位置，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你漏在了最后方，而且他前面那波交闪的顺势反蓝看有没有机会，因为打野已经倒了，感觉能反掉。那这波中一塔也有机会能拆啊！虽然说第一条暴君是被 DRG 给抢到了，但后续的团直接被京东开了起来。 你说刚刚那种画面，青羽甩船进场，1技能接后续的 combo 的同时，青荣给一个大招，连环 combo，呆呆都动不了。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在目前前面这个阶段 ，DRG 是没必要去争第一条暴君的，是有点弱的。最好就是看能不能去抓一波孙策，然后把对方洛丽塔给拆了。那这一波其实对于 DRG 来说丢了就大了。对，他们虽然拿到了第一条暴君，但是他们付出来的代价是中路的1塔加上2个人头。 这样一来，其实京东就领先比较多了。还是得看战狼这边节奏怎么起。他们目前只能去抓孙策这条边，但是看青羽不给机会了，因为前面已经被抓了一波了。绕大圈走，就吃一堑长一智嘛。
拿个主宰。主要是孙策没露视野的话，DRG这边也不太去敢推对方的一个下2。京东等于前期纯赚，因为他们还换了条龙。对，主要是后续在打团那个阶段的时候，小小的大招一定要捏着，就要等孙策这边进来的时候，大招去挡那波第一段的控制。对。 用自己的肉身去吃控，然后大招拉出来，这样的话，这时候京东想要去接 combo 就没有人可以跟得上了。对，如果挡不住，无论是敖影、张良或者王昭君吃到这个大招，都得交闪。这波过来了，杨戬上去用法天象地吃第1轮，然后自己退出来，孙策再开大冲进去撞了一下，小韩这个位置已经提前跟了伤害，马上过来一枪也收了一个，打了波1换1，再来一枪应该也能够带走青荣，花园拿到了2连击破。 而青羽的进场的 combo 虽然是接到了呆呆的身上，但是后续没有人可以接输出，最终是打了一波2换2。对，主要是前面4个队友把技能全部吃完了，花园完成了一波收割。那拿到3个头的马超，其实后面团还得看他，但这个蓝 buff 也看不了了，还是要被京东给反掉。这波其实开的已经不错了，就是趁杨戬、法天象地，包括全部大家都在的时候去开一波，冲一波 DRG 的正面，还是让无双上去硬吃张良大的。 后续DRG还是得看这个马超，主要现在小翔他只能去慢慢的去铺这个视野，他必须得挡京东的第一段控制，挡不下来的话，正面团可能还得更炸。对。但现在给到先手的点有2个，就是京东的上野，一个杨戬，一个孙策啊。 我们通过这局比赛过去7分钟打出来的2波大团，能够看得出来，京东他们现在就是给到 DRG 的选择是，你要去看他到底是让青羽过来先手，还是无双过来先手。就无论是谁先手，另外一个绝对会帮第一个被控的人去拆。然后就武则天大招肯定是秒接的。对。经济差将近3000。回防一下，但是。 京东的上一塔还有啊，这个下2塔估计京东是可以拆的。现在回防已经来不及了，肯定能拆掉。主要是还是来到中期 ，DRG 他前排不够顶，其次就是张良捏住不一定能秒。笨狼想冲另一边，但是被武则天大招给照出来了，孙策也第一时间交1大走人。其实这一波笨狼冲是没问题的，就是看到你在推我下的时候，你的孙策但是孙策绕了一圈过来之后，又甩了个船往人群里，好在。 这个走位躲掉了，这波蓝应该不好进了，应该会去开第2条暴君。但如果按照这个节奏拖下去了，到10分钟，其实 DRG 龙团也不好接，而且估计京东也不会给 DRG 去换这个主宰，因为有孙策，只要把种子草站住的话，随便一个大招，可能 DRG 的人就得撤了。DRG 他们面对到京东的这个上野2前排2开团，他们不好挤视野。对。 就是看能不能在下一步笨狼好的时候抓到京东那个脱节的人，但我感觉现在应该很难去有点难，对，因为第一波被抓完，后面警惕性拉得非常高。上路抓完了一波之后，下路就没有再给机会了。然后包括中路这一波蹲草，青羽一个人在站视野，给队伍做半途的节奏的时候，他也没有给任何的机会。看到人过来，立马直接往后撤，交1大跑人了。对，铺得很紧凑，都是一边一个半途。 如果是这种警惕性的话，张王真的很难发挥。是的。要么就是这种4个人抱中来抢，这时候 DRG 想从正面去强开也没办法，因为你如果开的话，也只能第一时间捏到这个法天象地的杨戬。因为你正面的控制相较于京东来说有点少。对。如果要强行硬打。 正面团的话，感觉最多只能去秒这个杨戬。对你把杨戬秒完了之后，你又如何去应对接下来开船绕侧的孙策以及武则天大招？对，其他人管不住了。还想过来拼哦，但这一波京东应该是想过完这波中线，可能会去把这个蓝给反掉的。DRG 是护着梦蓝去过了一波下路的兵线。看这波是先反蓝还是直接过来去挤龙魂视野？要过来了。慢慢挤。中路线不管了，上路线也不管了。 主要是看秦羽的这个大招，DRG 先拉着龙的仇恨，已经在找角度了。马超过来，先给后方的视野看到了，然后上去吃一波集火，被打到了半血。那画面这个要先倒啊，赶紧捅回队伍的身边，看能不能走掉。1/4血走掉了，没有阵亡。无双1技能冲进去，直接把龙抢了，而且苍兰普的伤害小韩带走了小小杨，呆呆应该也走不了了。哇，无双这波有点厉害，然后青羽在下路也带走了呆呆，不仅抢龙的瞬间，还规避了王昭君大招的一个致命伤，把自己给救活了。
感觉有机会能够打持续吊点啊。有机会能够找机会一波的。看王昭君下个大招什么时候能够赚好啊？好了，高地能拆。对，王昭君给大了，孙策开船撞上去，大招接一技能回游船，一波打退了柚子，交出了闪现。有个残血的炮车，残血的兵线，马超能不能丢个枪？万人归鞘把兵线清掉了。其实刚刚那波。 马超已经非常细节，他一直在找孙策的一个蹲点，对，找到了之后，京东第一时间直接转火那个集火的目标，把所有技能全部给到了绕后的马超。然后这时候在正面，尤其是无双，他从自己的蓝区兜了一圈过来，被捏住了。对，然后他回头一个一技能把龙抢了，然后还配合队友把小小羊给杀了，然后后续他还处理掉了梦蓝。这一波想法太关键了啊！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成伤，31%无双。 他如果不放那个狗，自己肯定是必死，而且龙不一定是他们的。对，这个一技能太关键了，将大局逆转。主要还是前面那波对于马超第一波的集火太关键。这就是队伍之间临场应变的一个反应速度。第一把技能打得很清晰，对。但第二季其实也在不断的找机会，不过很无奈，就是当你在寻找机会的过程当中，对方如果不给机会，那你就找不到机会，很难突破啊。 就回到了最开始 DP 前的那个点，你如果这把拼5v5的正面团的话，京东的集火包括拆火点就是比你更多的。对，这个就是蓝色方选张王，他一定会面临的困难。对，而且是 BO7的第一把，这红色方的阵容实在太多了，有点搬不完啊。法力象帝被逼了出来，那这波其实要等后续的主宰兵。 才能过来压了，现在压不进去。京东在上高地的时候就不要那么着急，哪怕让孙策在后面丢个大招，能够把高地点掉也是赚的。下路的炮车兵在魔塔让仓过来点2下，下一波2条主宰应该是稳推的，能点掉。这波直接放了。身位啊，第2季不敢往前站，他往前站得守住。对，往前站的话容易被武则天的一闪和孙策直接开。看这波京东怎么说了，要不要开？ 王昭君大招交出来，武则天也给了大招。中路下路大龙灭已经进了高地，但杨戬没有什么韧性条啊，想强行一波，杨戬上去硬吃，然后孙策再给一个大招，拆了个火，杨戬往回退了一下，才能让放完，下面扛不住，杨戬再来一个2技能，再点水晶人，兵线进去一波秒了水晶，让我们恭喜北京 JDG 拿下第1局。 最后一波，虽然说杨戬的法天象定没有好，但是硬吃了对方全部的技能。是的，而且身后卫青羽的这个孙策第一时间给了大招。